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范云委员、吴益宣发言人、蓝轩小姐、王宏威委员、王玉明委员、唐湘龙先生。好，这个川普啊，实在是这个变化多端啊，所以猜不到他了哈。那他这个不是说暂缓关税90天，也不是暂缓，他还是要抽10%了哦。对10%来讲，其实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因为美国现在关税很低嘛。那他发文，更多美好的日子将来到哦，哇，这不得了！之前呢，他们还有说，将来道琼会上涨到5万点，怕什么？没加哦。70个国家关税呢，这个先停90天，但是对大陆升到125%，因为大陆昨天呢，本来说对等，你抽我34，我抽你34，大陆昨天因为美国加他嘛，所以他也加美国，涨到84%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他早上才决定的，他就很急性式的决定，而且呢，他找来财政部长说，哇，这债券这个利息涨这么多哈，那通常美国你这种总统的这个公告啊，或者什么法律啊等等哈，行政命令都有律师在场，因为美国相当重视律师的哈。你看他国会议员一大堆都是律师出身、学法出身的，然后他的国会助理一大堆都是律师或是法官出身的哦。我那时候去看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先叫我在办公室等一下，他的办公室主任出来，我说你来这边之前做什么？宾州首席检察官，你看他们的助理水准有多高哈？那这很多法案其实都不是国会议员拟的，都是助理拟出来的哈。他早上，所以他没有律师，他们两个就自己决定了。所以他们说这完全即兴嘛，川普自己没否认啊，我早上才决定的，哦，立刻就实施哦。那最糗的这个贸易代表哦，贸易代表 Greer 哦，因为他还上媒体，还替川普辩护，说这个关税太美好了，将来好处1、2、3、4、5、6、7、8这么多好处，讲了半天以后，突然川普喊卡了，而且消息公布以后他才知道，换句话事先也没跟他商量。我觉得川普也不太会跟人家商量，他自己决定就决定，你们我只要决定，你们都替我去辩护就好了啊。那说呢，豁免一部分的美国企业，哦，但是呢，到底谁会被豁免？那边讲，完全凭他的这个直觉，凭他的好恶哈。那为什么踩刹车呢？他自己说了，他说大家变得有点吵，而且有点不安，有点害怕哦，所以呢，那你就问他说，那你不是前几天还说我绝对不会变吗？而且我可能永远不会变吗？哦，当时我有笑他，我说永远不变，他任期才几年呢？未来的总统会不会照他做都不一定嘛哈，永远不会变。而且白宫发言人昨天早上还说，还有钢铁般的脊梁，绝对不屈服了，怎么就变了呢？这要学起来。他说哈，我们要有弹性嘛，朝令夕改又如何呢？政策要有弹性啊，要看反应来做决策啊，哦。所以呢，这个 CNN 讲是因为它主要是美债，川普没有怕股票，他说华尔街还可以撑得下去。债，哦，因为老共昨天抛出500亿美元的债，老共现在还有7000多亿，哦的美元的债啊，因为美国其实占了便宜，得了便宜又卖乖了。这些国家哦，包括台湾，劳工福利也不够好，待遇也不够好，环境也不够好，空气、水、土壤都被它污染了，然后制造出便宜的东西卖给美国。卖给美国，美国享受好的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以后呢，我们赚了钱以后呢，干嘛呢？买美债，再借钱给美国，就这样哦。老共当时也是1兆多美元的债啊，台湾的将近6000亿的这个外汇存底，92%都买美债。等我们赚点钱，我再把钱给你了，其实就这意思。我们看一下。You started the morning saying be cool. Just a few hours later, there was a pause put in on the tariffs. Can you walk us through your thinking about why you decided to put a 90-day pause? Well, I thought that people were jumping a little bit out of line. They were getting yippy, you know? They were getting a little bit yippy, a little bit afraid, unlike these champions. Because we have a big job to do. No other president would have done what I did. No other president. I know the presidents, they wouldn't have done it. And if you didn't do it, you wouldn't have a country. It wouldn't be sustainable. So I'm honored to have done it. And, you know, look, nothing's over yet. The president had a level in mind to raise the China tariffs. And then he had the 3-month, essentially
the 3-month pause in mind, and we were discussing the exact wording. It was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o wait until today. And again, as I've said in the past, no one creates leverage for himself like President Trump. Mr. Secretary. 那洪伟怎么看？我觉得这真的是完全三温暖大逆转了因为全世界为了这个事情鸡飞狗跳大家就是焦头烂额。但是非常快速的时间那个川普改变了心意，然后当然包含美股跟台湾的股市以及全球的股市呢，也今天也是那种整个的爆炸性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一下子之间，因为原来的32%，至少对台湾来讲实在是太多了那但是现在10%，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要被赏了30大板他就完蛋了，这一定被打死了那现在说好了，赦免你打你10大板觉得说哇死里逃生。可是10大板重不重？也就是10%重不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就以台湾来讲就说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名目的税率关税的税率大概平均是3.3%。好，所以呢，其实提高到10%，对台湾的所有销往美国的不管是农产品或者是工业产品，因为工业产品大概占99%仍然是非常非常重的税率。但是呢，至少我们获得一个喘气的空间啦可以喘口气，因为当然，他现在说法说我暂缓实施90天我们大概有这个3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再争取去跟美国去做交涉。那我觉得接下来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跟美国怎么样的做交涉？那么我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被美国吓死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赶快的去跟美国去挂号我们好不容易说挂号，但是你挂几号我也不知道啦你到底挂10号、20号，因为它最多有70几个国家，还是你挂到70号，其实中间都差别很大。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你现在有90天，感觉缓和很多。那我刚刚讲第二个大家可能要看的是，就是那台湾会用什么样的筹码可以去跟美国谈呢？第一个，台积电其实这个王牌我们已经打出去了。第二个，昨天郭志辉在立法院说，我们会加大对美国的采购，要增加2000亿。好，那这2000亿到底是买什么呢？还是说，因为呢现在变成10%，我看稍微少一点那所以我们要加到采购是多少的钱，然后买些什么东西。好，第三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赖总统已经去投书美国的媒体，其实把我们的底牌全部掀出来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会排除一切的，就是美国长期在跟我们交涉，然后在骂台湾说你们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可这些非关税贸易障碍其实对台湾非常非常的严重。老实说，它如果不是对台湾社会或对台湾产业的冲击非常大的话，那以前的什么马英九早就都让啦，蔡英文也都可以让啦，我就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这个莱猪，莱猪跟莱牛，就是尤其我们说我们吃美国的莱猪，吃美国的莱牛，所以我们要求在食品安全上面要有标示产地。美国说你这是歧视，你这是非关税贸易障碍，你一定要拿掉。好，那现在台湾社会能不能接受？因为长期以来都会说本商店是采用什么澳洲牛、美国牛什么牛那你去超市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把产地拿掉，可以吗？好，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所有家长非常关心的事情。比如说，美国一直觉得说你对我们的基改食品是歧视的，你不能采取2种关税，还有你台湾的校园禁止基改食品进入校园，这个也是关税贸易障碍，你一定要拿掉，这个是我们是法律规定的。好，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讲，我们能够接受原来我们不让基改食品进入校园，因为这次美国的要求，然后我们就全盘接受吗？因为如果按照赖清的说法，就是我们会接受一切条件，所以这一点政府一定要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好吧，为什么川普突然改变我就讲过，他不在乎股市下跌，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债市他怕大家以前也没特别的人去关心债了那北京就说砍美债那另外呢，这个所以让昨天美债呢，这个30年的公债殖利率
要到5%，通常这种公债是比较低的，是避风港嘛，所以会比市场低一点。为什么？因为政府不会倒啊，你也许美国政府会倒吗？不会啊，所以利息不必给你那么高嘛。但是居然连30年都到5了哦，那这个涨幅是40年来最大，在3天的涨幅哦，所以呢，这个蛮严重的。另外呢，老共呢抛500亿美元的外债，的美债哦，所以呢，剩下它还有7108亿的美债，只次于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啊，但日本不太会卖嘛，日本跟美国配合嘛，那所以呢，这个美债很担心。另外呢，2262吨的黄金存在纽约，所以要把它运回大陆了。一说已运回，一说将运回。德国当时有1200吨的黄金，也说我要运回德国，不相信你美国，我到时候你把我给扣留了，你说变就变了，谁知道会怎么样？俄罗斯一大堆在海外都被扣留了，对不对？一打起仗把你扣住哦。那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Summers 也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他说美国像是 Republic Banana 啊，这个香蕉王后就是很腐败的国家了啊。那另外呢，川普一直希望联准会能够降息嘛。那 Fed 说这一下子原来是说不降了，但昨天股市上涨会怎么样不知道。说呢这个通膨比较重要，为了呢这个对抗通膨，所以我们不能够降息哈。那另外呢，之前呢，因为川普升这个关税大战。所以呢，曾经高盛预测呢，60%会这个经济衰退，但是现在虽然暂缓，还是有45%会陷入衰退。大家很怕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就很麻烦了那是全面的衰退那已经不是这个什么股市跌多少的问题了所以虽然少于一半，但是还有将近45%的几率。不过当然从60掉45已经不错，那是超过一半了现在比一半低一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就已经过了。都很难讲现在只是反弹啦，但反弹以后会怎么样？大家还要这个很冷静的观察。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美国对75个国家等于是暂停90天来谈判，暂时呢只收10%的关税。但是对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昨天提到84%嘛，所以美国再加到125%反正打过来打过去那川普说呢，为什么要对中国提这个关税？因为中国对全球市场缺乏尊重所以呢，要中国意识到不能再剥削美国，也不能再剥削其他的国家我帮全世界教训中国但是呢，川普又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所以这就是川普的一面呢。现在川普只要笑跟你讲，更可怕一面笑一面捅你一刀。那而且川普说，习近平是个骄傲的人中国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呢，这个习近平之前他说他等习近平打电话来，昨天又说呢也没有说谁打谁了，说我会跟他通电话，会跟他见面呢，到底谁会先通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他不会跟他通电话那另外呢，这个大陆的文旅部已经说了，说中美经贸关系恶化，所以你们到美国旅游有风险先告诉你们小心，最好不要到美国去。接下来搞不好就禁止你们到美国去不要去这个旅游，也不要去这个留学了。所以大陆的教育部发布第1号留学预警，说呢，近日他用 Ohio 州通过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法案，包括对中国的消极条款，所以呢，对于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施加限制。所以要去美国留学的都要注意，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要增强防患意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警讯的了WTO 秘书长说，虽然现在是中美大战，但是呢，可能让双方的贸易都巨减80%。会损害全球的经济所以不要看这2个大，因为这2个大象他们的贸易占全世界总额的3%，所以呢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那另外呢，这个川普手上的招现在就是关税，但是呢，中国还有其他的工具。第一个我刚刚讲的，人民币要不要贬值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要不要跟其他国家结盟另外呢，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债在手上那所以呢，这个中国他意思说中国工具还不少了
美国的工具有限。我觉得最主要还不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不选举嘛，最重要是这个、啊。习近平他不要选举啊，你川普明年就期中选举啊。现在共和党的议员当然有些已经跟民主党结合，但大部分还是支持川普，因为川普声望蛮高嘛。如果明年期中选举之前或者期中选不好了，就众叛亲离了，还支持你，而且你任期只剩一半了，那就找新的主人了，不要再跟你了。那习近平也无所谓啊，对不对？也许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也许人民这个生活比较苦，他继续干呢、习近平会因此下台吗？我看不会啊。但川普可能因此就他的共和党就有大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看这个川普怎么打大陆。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直接开门见山，将原本对全球的对等关税降低到10%，并且高喊将对中国征收的对等关税税率提高到125%，而且立即生效。Do not retaliate, and you will be rewarded. And China will be raised to 125 due to their insistence on escalation. 从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美中两国不断以牙还牙，将关税战升级。因此，川普在 po 文中怒批，由于北京对全球市场表现出缺乏尊重的模样，因此决定又提高对大陆的对等关税税率。川普这次的关税政策转弯，主要是对全球75国暂缓高关税90天，从原本介于11%到50%之间的税率降低到10%，而华府对北京的课税税率则是一路从20%升级到125%。They're proud people. And President Xi's a proud man. I know him very well. And they don't know quite how to go about it, b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好，大陆呢挖出雷根因为是跟川普都是共和党了。38年前，雷根说，如果你提高关税，结局超惨哦。那这是雷根啊、说为什么呢？说很多人以爱国主义的名字说要提高关税，保护自己的这个国家哦，然后呢，但是短暂有效，难以持久，因为会让本土产业依靠政府保护关税保护我、所以这样搞下去呢，这个也不用竞争啦，因为有保护啊，也不用创新啦，因为有保护啊，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就很难立足全球市场，更糟糕的时候，外国会报复，所以变成狼烟硝四起结果呢，这个关税你加我，我加你，加我加你，层层叠加所以越加越高。然后呢，就是会混乱全世界贸易会混乱。这雷根38年讲，大陆就拿起来说你川普听听雷根怎么讲等等等等好吧？他没有把毛泽东在韩战的时候影片拿出来，说呢中国要打到完全胜利为止当时抗美援朝嘛，现在又拿出来了来，这个向龙怎么看？因为川普的讲话当然鬼扯的成分居多。我觉得台湾不管你多迷恋他，或者对台美关系你的政治期待是什么，你必须要把川普的话摆到一个比较逻辑的脉络里面，否则你就会跟着魔鬼的音乐跳舞。当他在指控就是说中国对于国际贸易体系不够尊重，所以好像今天他是正义之师，今天呢他是代替这个世界出来教训中国的。中国大陆现在跟全世界141个国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呢，现在除了 RCEP 之外，他现在正在谈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他正在呢寻求呢 CPTPP， 今年都可能这两件事情都有可能会实锤会落地。他刚跟的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通过电话，冯德莱恩话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在德国媒体跟法国媒体上面直接引用冯德莱恩的讲话，欧盟将与中国共同捍卫全球主义跟自由贸易。中国在所有的有关于贸易问题，当它出现争端，不管你对我爽，我对你不爽，没关系呢，到 WTO 去解决。中国到现在为止在 WTO 告美国17次。美国建立了 WTO， 脱离了 WTO， 所以今天听川普讲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专注的听他说话，听他鬼扯，然后呢跟着呢他那个逻辑进到一个错误的世界里面。
美国当然它关键呢，它跟中国的一个对抗的关系，但是我尽可能用一些我自己理解的事情最简单的框架。美国不管在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嚣张跋扈，多么的霸道，就像川普，当他突然间要转弯的时候呢，他还要用那种很趾高气扬的方式，对着呢自己底下的支持者，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这几天的时间，排队要亲我屁股的人一堆啊 ，kiss my ass。”但他没有告诉你说呢，有一个人呢，他没有来 kiss my ass， 而且还 kick my ass， 踢我屁股，那个是习近平。美国呢，不管他对于欧洲呢，对于拉丁美洲呢，对于非洲呢，他是多么的强势，可是美国，你看他的历史，他在亚洲周围打仗，从来没赢过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他都是灰头土脸的收场。在中国边境所有发生的冲突，美国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有赢过一回。而且他在人生当中，美国国史当中最挫败的战争，都是在中国周围打的。你认为他还有底气呢？在台湾，为了台湾跟中国在打一仗嘛？那个呢，就不是单纯像是越战、韩战、阿富汗战争，好像跟中国还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在台湾打一仗，那你就是直接呢跟中国较量。不要说呢，今天的中国的实力如何，在韩战发生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才1年。他就跟你拼了，最后呢，对他死了19万，你死了3万多，但是结果又怎么样？所以美国今天面对中国没有底气呢，那个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我们刚刚看到今天的新闻里面，譬如说大陆的一些细节的动作，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啊。当他呼吁就是说呢，去美国旅行的旅游警示，呼吁留学生呢到美国去留学要小心。针对旅游针对文化，当他开始做提醒的时候，他不是单纯基于中美关系不好，那个是准备针对服务业贸易发动战争的起手式。换句话说，2014年范云在场，2014年太阳花运动。那个明明是美国搞出来的台湾的颜色革命，2014年呢，乌克兰呢发生政变，2014年呢香港出现第一次的战中运动，这3件事情是同一年短不到半年发生的。太阳花的标题叫做反服贸，今天中国正在准备针对美国发起全球性的反服贸运动，美国看到这个东西呢，它当然就会凉一半。第二个呢，刚刚的主持人提到了，美国最担心的是债。美国如果川普没有能力把美国的债务进行重整，他这4年，我告诉你，就算再给他8年，他也干不了任何事情。他一定要重整债务，但是重整债务在美国现在的结构里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拿出关税就是呢逼大家缴保护费。就是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那你们就把你们钱给我，你们甚至于呢不用做贸易没有关系，每年定期呢代表你的国家呢跟我缴你的国家所得税。我们有个人所得税，有综合所得税，你没有听过国家所得税吧？川普现在呢要求每个国家呢对美国缴国家所得税，你今年赚多少钱，来缴1/10来。大概就这个意思，1/10的关税不就是告诉你说，你每年赚的钱缴1/10的所得税给我，他要用关税对其他国家抽税的方式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但是当他发现呢，他的国债连续3天他发不了债，他的债呢没有人要，他就开始紧张了，他就知道问题不单纯。中美之间呢，历史上面第一次对美国打货币战争的，就从昨天开始。昨天有3件事情呢，会让美国睡不着觉。第一个是他的债，他的公债呢发不出去，他的呢殖利率呢大幅的上扬。他发现他发不了债，没有办法呢借新债呢还旧债，他就完了。他的接下去随时债务会出现问题。美国的国债长时间被念经济、念金融人说呢，这是地球上面最后的圣杯。金融的圣杯，就是你啥都不行的时候呢，你买美债呢，你不会有风险的。但现在美债出现风险，这对美国来讲呢是要命的事情。第二个是，当全球股市呢跌了1个礼拜之后，第一个反弹上涨的，既然是港股呢，跟大陆的股市呢，昨天呢先反弹了。你看到它跟陆港股反弹的时候，你还跟它玩什么？它的金融准备比你好。他在面对到呢资本市场可能会出现了不理性的杀盘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撑住了。你想杀他呢，都非常的困难。
第三个就是当他对那75个国家呢免关税的时候，他的理由呢是好像呢给人家多大的赦免一样。事实上是这些股市的下跌已经让他的所有的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受不了了。唯独说今天早上你看到呢，觉得最落漆的，我坦白讲，是赖清德在《华尔街日报》呢华盛顿邮报所登的那样的广告，那个呢俨然呢就是一个当中国站着。当呢，今天呢，欧盟呢也站着，27个国家，第一次我看到欧盟呢没有任何人跑票的，27个国家呢同样的投票呢去反美。欧盟在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没看过这种的对美国的投票，可是呢，我们的总统是趴着跪着，你投的那篇的文章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对于川普的投名状，但是很遗憾，你才刚登上去而已呢，川普呢就反水了。所以呢，这种最漏气的事情呢，就是当你呢掏肝掏肺的，几乎呢愿意为川普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好吧，两件事了啊，就我再强调一次，川普之所以怕，是因为昨天呢，美国的债的利息，不管10年债、30年的公债利息飙高，飙了几乎是40年没看过这样子的这个迅速哈。那美国欠那么多债，他要付多少利息啊？他很害怕，这是一个，而且会带动其他的东西的上涨。第二个呢，就是大陆跟香港为什么涨？因为外资圈在传说中国大陆要推出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纾困方案。激励市场方案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还不知道是不是，但大家一直在看说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个激励法，所以刺激香港跟大陆的股市上涨。休息一下再回来。